相信各位觀眾朋友們對 M4 都不陌生，這支服役超過半個世紀的卡賓槍幾乎成了美軍士兵的標誌性裝備。但就在2026年，一個重磅信號在特種作戰圈裡炸開了鍋。美軍特種作戰司令部 SOCOM 殺傷力項目經理艾倫·伍德中校，在2026年度特種作戰部隊周大會上接受獨家採訪時，透露出一個驚人的消息：美軍特種部隊的輕武器體系正在經歷一場全面的基因重組，從精確射手步槍到突擊步槍，從輕機槍到下一代彈藥。SOCOM 想要的是一套射程更遠、精度更高、重量更輕，能夠應对未來高强度对抗的全域火力網。听到這兒，各位觀眾朋友們一定會好奇 ,6.8 和 6.5 毫米子彈是什麼？為什麼美軍要在步槍口徑上大動干戈？俄軍手裡的 AK-12 和 PKP 佩切涅格跟這些新家伙比，到底差在了哪裡？今天火力軍就和大家一起看看這場號稱輕武器基因重組的 SOCOM 槍械革命將會為美軍未來的槍械帶來什麼改變。要搞清楚為什麼美軍要大動干戈，得先回到阿富汗和烏克蘭的戰場上尋找答案。美軍現役的 M4 卡賓槍，官方標稱有效射程500米，但在阿富汗的高原峽谷地帶，武裝分子經常在600米甚至800米開外，使用 PKM 機槍和 SVD 狙擊步槍壓制美軍。美軍士兵端着 M4， 打又打不着，撤又不好撤，只能呼叫後方的遠程火力支援。造成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，在於 5.56 毫米彈藥的物理極限。它的彈頭重量輕，截面密度低，在遠距離上存速能力嚴重不足，動能衰減極快，即便是命中目標，也很難保證一擊制敵。各位不妨想象一下，如果你在戰場上拿着 M4 步槍御敵，明明看到敵人就在瞄準鏡裡，可 5.56 毫米子彈卻因為距離太遠，飄得連人家衣服都沒蹭到。這種憋屈，前線士兵們最有發言權。讓我們把視角拉到烏克蘭戰場上，同樣的問題也在困擾着俄軍。俄軍特種部隊手中的 AK-12 口徑也是 5.45 毫米，與 5.56 毫米同屬小口徑陣營。雖然 AK-12 在可靠性上繼承了 AK 系列的優良血統，能在泥水、極寒、沙塵中穩定運作，但遠射程能力上，它與 M4 面臨同樣的困境。烏克蘭狙擊手在800米開外用北約提供的精準步槍壓制俄軍小隊時，俄軍手中的 AK-12 只能望遠星探。這不僅是在說俄軍，更是在說美軍自己裝備的 5.56 毫米槍組。他們在遠距離上同樣面臨動能迅速衰竭的問題。就比如美軍 M249 班影機槍，它的有效射程雖然比 M4 稍遠，但同樣是因為 5.56 毫米彈藥的先天限制，讓它在遠距離壓制上力不從心。老化的 MK48 輕機槍雖然發射威力更大的 7.62 毫米彈，但重量太大，保養困難，前線官兵怨聲載道。阿富汗和烏克蘭的雙重教訓讓美軍得出了一個清晰的結論：輕武器的小口徑時代正在走向終結。2026年3月，美國陸軍正式宣布，下一代班族武器 NGSW 中的 XM7 步槍與 XM250 輕機槍已分別命名為 M7 與 M250， 已在近戰部隊部署。這標誌着自 M16、M4 系列服役半個多世紀以來，美軍單兵武器系統迎來了最徹底的換代。根據美國陸軍2026財年預算文件，該軍種計劃採購超過 1.6 萬支 M7 步槍和2600多支 M250 自動步槍。兩款武器均發射全新的 6.8 乘51毫米彈藥，採用混合結構彈殼，配合更重的彈頭，在遠距離穿甲能力和重點彈道上顯著超越 5.56 毫米。看到這裡，可能有觀眾會問， 6.8 毫米彈藥到底有多厲害？咱們接着往下看。就在陸軍轟轟烈烈推進 6.8 毫米換裝的同時，美國特種作戰司令部卻走了另一條路。SOCOM 的路線選擇恰恰體現了特種作戰與常規部隊的不同需求。2023年 SOCOM 將中程氣槍狙擊 IMA-GGS 合同交給了蓋斯勒自動武器公司，採購發射 6.5 毫米克里德莫爾彈的精確射手步槍，槍管可在 6.5 毫米與 7.62 毫米之間自由互換。2年後的2025年8月， SOCOM 正式授予 IOMT 國防公司一份價值9200萬美元、為期10年的合同，生產中程氣槍突擊步槍 IMA-GGA， 槍管長度 14.5 英寸，同樣發射 6.5 毫米克里德莫爾彈。那麼 6.5 毫米克里德莫爾到底有什麼特別之處？早在2017年 SOCOM 就進行了一輪大規模彈藥對比測試，參試的 6.5 毫米克里德莫爾彈藥表現驚人，在1000米距離上命中概率是傳統 7.62 毫米的2倍，有效射程提升了近一半，封偏影響降低了1/3，後坐力更小的同時，中點能量還增加了30%。6.5 毫米克里德莫爾彈頭具有極高的截面密度，
在同等重量下擁有更強的親撤力，其彈道係數高達 0.5， 遠超 7.62 毫米北約彈的 0.31 和 5.56 毫米的 0.22。這種提升在穿透力方面同樣顯著。高截面密度設計使其在面對現代防彈插板時，擁有比 7.62 毫米彈更好的穿透效果。各位可以感受一下這個差距的對比。同樣是1000米外的目標， 7.62 毫米子彈可能已經飄到月球上了， 6.5 毫米卻還能穩穩地鑽進靶心。這就是高彈道係數的威力。SOCOM 選擇不貿然跟進陸軍 6.8 毫米路線，深層原因在於全球部署的現實需求。在與美軍合作的其他部隊的行動中， 6.8 毫米彈藥並非隨處可得，但 5.56 毫米彈藥幾乎無處不在。模塊化設計讓 IMAR-GG 系列步槍具備了極高的通用性，槍管可在 6.5 毫米與 7.62 毫米之間自由互換，特種兵可根據任務隨時切換彈藥。與此同時，西格沙爾公司在2025年還拿到了 SOCOM 的另一份重要合同，採購 MCX 響尾蛇短管步槍。作為單兵自衛武器 PDW， 這款槍配備 5.5 英寸槍管，可在 5.56 毫米與 .300 BLK 之間切換。折疊槍托後，全長僅約600毫米，重量僅 2.7 千克。各位想想，一把比衝鋒槍還短小的步槍，卻能發射全威力步槍彈，這才是特種兵需要的貼身利刃。MP5 衝鋒槍在這個生態位上堅守了半個多世紀後，終於等到了自己的接班人。2026年2月，美國海軍陸戰隊正式宣布拒絕換裝 M7 步槍，選擇繼續裝備 M27 步兵自動步槍。陸戰隊認為 M27 在兩棲部署環境中已被證明非常有效，保留 5.56 毫米口徑，可與大量現役 M4、M16 和 M249 通用彈藥，3條路線3個口徑。各位觀眾朋友們覺得哪條路才是未來步兵的正確方向？步槍換代只是這場輕武器革命的一部分，在機槍領域，一場更為深刻的變革正在發生。SOCOM 正在積極推動下一代輕機槍項目 LMGA， 旨在全面替換老化的 MK48 機槍。2026年1月，新的項目需求規格書正式發布 ，LMGA 被重新定義為多口徑平台，初始口徑覆蓋 7.62 乘51毫米和 6.5 毫米克里德莫爾，設計上預留了未來轉換到 6.8 乘51毫米和 .264 LICC 的潛力。關鍵要求包括彈鏈供彈、連發和單發模式自由切換、快換槍管、快拆消音器、左右手通用的非往復式拉擊柄，含消音器全槍長度控制在125厘米以內，戰鬥重量不超過 7.7 公斤，約17磅。這個定位就是要全面替換重量接近8公斤的 MK48， 加上彈藥後對特種兵的體能消耗極大。M249 SAW 雖然輕得多，但 5.56 毫米口徑的遠射程壓制能力嚴重不足。在烏克蘭戰場上，俄軍的 PKP 佩切涅格通用機槍憑借着 7.62 乘54毫米全威力彈的射程優勢和高射速，在遠距離對烏軍形成了明顯壓制。各位不妨設想一下，對面俄軍的機槍在800米外打得你抬不起頭，你手裡的 5.56 毫米機槍卻只能打到400米，這種火力的不對等就是烏克蘭戰場上的真實寫照。在更遠的射程上，.338諾馬馬格南口徑輕機槍正在崭露頭角。美國特種作戰司令部已完成了對西格绍爾公司研發的.338諾馬馬格南口徑機槍的作戰認證。這款僅重 10.89 千克的新型武器，以顛覆性設計，同時取代現役 M240 型 7.62 毫米通用機槍與 M2HB 式 12.7 毫米重機槍。.338諾馬馬格南的優勢在哪裡？它的子彈採用銅合金背夾彈芯，1500米存能，仍達2200焦耳，可穿透3級防彈插板。伊拉克與阿富汗戰場經驗表明，12.7 毫米彈藥在對付中遠距離目標時，存在威力過剩、重量過大的問題，而.338諾馬馬格南正好填補了這一火力空白。用一位老兵的話說，.50太沉，7.62太弱，.338剛剛好。按照 SOCOM 的規劃， LMGA 將與 IMAR-GGA 和 IMAR-GGS 構成完整的特種作戰班組武器體系。突擊步槍負責中近距離機動射擊，精準射手步槍負責500至1000米精確點名，輕機槍負責全距離火力壓制。三者共用彈藥體系，大幅簡化前線後勤壓力。當敵軍狙擊手在800米外開火時，美軍突擊手手中的 IMAR-GGA 可立刻以精確火力壓制，機槍手可用 7.62 毫米彈實施壓制性火力，待射手確認目標位置，再換用 6.5 毫米彈進行精確覆蓋。只需要一挺機槍就能完成壓制到精確擊殺的全過程。俄軍特種部隊目前沒有任何一款能與 LMGA 計劃中的多口徑班用機槍對標的武器。在這個維度上，美軍特種部隊的輕武器射程和殺傷力代差優勢正在急劇擴大。有了這些新家伙，特種作戰的戰術戰法將會發生什麼變化？咱們一起來做一次完整的戰術推演。假設一支海豹突擊隊小分隊接到任務，
需要遠程滲透至敵方控制區，打擊一個高價值目標。舊模式下，队員攜帶 M4 突擊步槍和 M110 半自動狙擊步槍、5.56和7.62兩種彈藥體系。後勤複雜不說 ，M4 在遠距離遇到敵方增援時幾乎無能為力，只能靠狙擊手一槍一槍的打。新模式下，隊員統一使用 MRGGA 突擊步槍，同樣發射6.5毫米克里德莫爾彈，特等射手攜帶 MRGGS， 彈種與隊友完全一致，彈藥可以互換，武器平台直接通用。遭遇800米開外的敵增援車輛，突擊手手中的 MRGGA 可輕鬆實現首發命中，換用 M4 的舊場景不可能發生。MRGGA 的彈道平直在1000米以內均可實現有效殺傷。若敵方躲入堅固工事 ，LMGA 輕機槍可迅速就位，用7.62毫米彈實施壓制性火力，待射手確認目標位置，再換用6.5毫米彈進行精確打擊，一發入魂。各位可以想象一下，戰場上的每一個角落，每一位特種兵手中的武器都擁有了看得見、打得到、打得穿的能力。這可不是簡單的改良，而是特種作戰火力維度的革命。更遠的未來 ，SOCOM 還在探索超高速彈藥的可能性。在特種作戰部隊周大會上，艾倫伍德中校透露 ，SOCOM 已發布超音速改進型卡宾槍 HSAR 項目的招標書，旨在研發一款既能發射現有 5.56毫米彈藥，又能兼容未來超高速 5.56毫米彈藥的改進型卡賓槍。這項技術的核心是利用新型鋼殼彈藥技術，在不提升膛壓的前提下，顯著提高彈丸初速，從而為 5.56毫米彈藥帶來近乎全新口徑級別的性能提升。有趣的是，這種新型鋼殼彈藥的成本竟然可以比傳統黃銅殼彈藥更低。如果把超音速 5.56毫米彈藥技術成功移植到 6.5毫米克里德莫爾上，它將再次改變遊戲規則。此外 ，SOCOM 還在探索反無人機彈藥，從散彈槍到40毫米榴彈，甚至定向能武器。2025年底，美國陸軍與莫斯伯格公司達成約1160萬美元的合同，採購2.5萬支 M590A1 霰彈槍，專門用於反無人機末端防禦。未來的輕武器平台必須兼容多種彈藥類型，以應對無人機蜂群這一新型戰場威脅。輕武器的終極形態可能不是射程最遠的步槍，也不是口徑最大的機槍，而是一套能夠靈活適應各種威脅的模塊化火力體系。特種兵左手持槍，右手端炮，無人機槍在前方巡飛， AI 輔助系統實時計算彈道，這才是作為世界燈塔的特種作戰司令部真正的野心。這場關於美軍輕武器換裝的硬核分析就到這裡。各位覺得陸軍 6.8 毫米和 SOCOM 6.5 毫米誰才是美軍輕武器的未來方向？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。我是火力軍，下期再見。